跟许彦洲的第3年订婚纪念日晚上的约会，他没有来，打电话不接，发信息不回，整个一人间消失了。还是闺蜜给我发了消息，我才知道，她的白月光从国外回来了。铺天盖地的八卦新闻里，机场外白月光捧着艳红的玫瑰，羞涩地看向他。许彦洲则是眼底的深情毫不掩饰。我面无表情地收拾东西回家，闺蜜一个劲安慰我，我却平静的好似完全不在意。我知道我们的圈子里认识的，甚至是全城的人都在猜测，许彦洲是选我这个订婚3年的新欢，还是至死不渝的旧爱。结果第2天选择明了，许彦洲大张旗鼓地为白月光准备了生日宴会，全城的人都在唏嘘，果然白月光的杀伤力连许大总裁都不能幸免。我看了手机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电话，甚至连个解释的信息都没有。既然你不来解释，那我就亲自去要。闺蜜特意带我去做了造型，买了漂亮战袍，想让我在宴会上大杀四方。晚上7点，云城最大的酒店内觥筹交错，热闹非凡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结婚现场，真是可笑。我们当时的订婚都没有一个生日的排场大。白月光孟小雪是学音乐的，长发飘飘，白裙细腰，温柔清丽，估计很多男人都喜欢这种类型。此时她就站在许彦洲的身边，好似一对金童玉女。身为许氏现任掌权人的许彦洲，相貌自是不必说，从小狐朋狗友一大堆，喝酒泡吧样样都干。偏偏大学时喜欢上了孟小雪，从此情场浪子金盆洗手，心里眼里满满都是她。奈何孟小雪要出国深造，两人不愿异地恋，于是就此分手。我和许彦洲算是青梅竹马，门当户对，双方家里有意撮合，加上我也对他有些好感，便同意订婚了。订婚后，许彦洲接手了许氏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，只是偶尔应酬娱乐。其余的人见我来了，都三三两两凑在一起，估摸着在八卦今天这一场大戏。许彦洲没有注意到我，还是他旁边的发小宋渊叫了声我嫂子。听到声音转过头见到我，他似乎有一丝错愕慌乱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平静地开口，我来祝孟小姐生日快乐啊，这么大场子我不能来吗？许彦洲没有出声，倒是旁边的孟小雪施然道，谢谢盛小姐，盛小姐能来真是荣幸至极。我看向许彦洲，你们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从昨天到现在，热闹的气氛瞬间安静下来，全场聚焦在我们身上。许彦洲的话里尽是无所谓，仿佛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昨天小雪回国给他接风了，太晚了就没给你打电话了。你看，任何时候我都是不被他选择的那一个，连解释都要来问他。所以为了给你初恋接风，就可以随意错过我们的订婚纪念？我不来找你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我呢？许彦洲嘲讽地笑了笑，就为了这么件小事，你至于上纲上线吗？我淡淡一笑，取下了左手的订婚戒指。既是如此，许彦洲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婚约取消了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说完便将戒指丢在他的身上。许彦洲当场就变了脸色，盛婉月，你敢，你不要后悔。我白了他一眼，平静地转身就走。闺蜜在后面对着他一顿骂骂咧咧。许彦洲脸色十分不好，看着掉落在地上的戒指，漆黑的眸子浅眯着。当晚我就跟主任答复决定去京北交流学习。虽然我家有自己的公司，但是从小我就不爱接触公司的事，独爱文学写作，家里也从不逼迫。于是毕业之后，我就进入了一家出版社，反正家里有我哥。前几天主任说有去外地交流学习的机会，为期2个月。当时我想着时间太长，就犹豫不决。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姐干事业的决心。我订了明天一早的机票，飞京北。闺蜜见此说那边是她的地盘，可以给我介绍很多小哥哥，便跟我一起同行。这天我正结束1天的学习，接到闺蜜的电话，便火急火燎地赶来了。你能不能饶了我？上1天的课，晚上还要跟你寻欢作乐啊？闺蜜约在了一个京北有名的酒吧。一进门，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微醺感，酒液和二氧化碳将温度持续烘高。热浪扑鼻而来，迷离灯光旋转在露肤度极高的热舞人群中。我被吵得不行，说话声音都听不清。她拖着我走进一个包厢后，耳朵才逃过一劫。包厢里面已经有一些男男女女，都是闺蜜的朋友，有一些我认识。我选了个人少的地方，旁边昏暗灯光下还坐着一个男人，隐在黑暗下。
看不清面容，但是看轮廓绝对是个极品，有点眼熟我没太在意。闺蜜悄悄地捏我，月啊，要不要给你介绍个小哥哥啊？3年睡着一个男人，太不划算了。男人嘛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我跟你说，这里面有个极品男人，绝对比许燕洲那只猪好100倍。我捂住他的嘴，先不说这个，能让我喝2杯先谢谢吗？好吧好吧，等下一定要记得哦。酒过3巡，有点闷，我便去了洗手间，用冷水拍拍脸，总算清醒点了。刚出洗手间，脚步便凝滞了片刻。女洗手间的门口是段稍微安静的走廊，现在却站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。他正低头玩着手机，冷白的皮肤青筋微鼓，一路延伸到肌肉轮廓明显的手臂。拿着手机的手纤细如玉，宽肩窄腰，侧脸优越，蓝色的耳钉在灯光的折射下反射寒光。陆星辰，陆家大少爷，没想到刚刚是他。没想太多，正准备从他身前过去，我却打个招呼想提前走了。盛小姐，她的声音清冽，还带着些许的沙哑。我送你回去。这时手机响起，是闺蜜发来的消息。我安排了人送你回去，我就不打扰你了哦。你干嘛让陆星辰送我？那边没回，估计是忙着酒池肉林。其实我跟陆星辰还有些渊源，我们爷爷是战友。当年我出生的时候，还口头说过要定娃娃亲。只不过后来我们家去了云城，慢慢就少了交集，只是偶尔宴会见过几次。不然说不定我的未婚夫还不一定是谁了。陆星辰开车送我回酒店，不知道是不是喝多了的错觉，我老感觉有种后背发凉，像是被猛虎野兽盯上了的感觉。今晚喝多了2杯，头晕站不稳，陆星辰送我上了楼。到房门口的时候，道谢他送我回来后，接着鬼使神差地问了句，要不要进来坐坐？还没开灯，陆星辰就将我按在墙上，霸道的气息包裹着我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炙热的吻就落了下来。我本来就醉酒，被这样强势的亲吻，呼吸不过来，侧头避开。他把我抱到床上，额头抵着我，声音低沉，月月，你本来就是我的，以后也只会是我的。我看着他平时散漫的眼底，此刻尽是对我的占有，还声音沙哑地问，可以吗？我搂上他的脖颈，他怔愣片刻，换来的是更灼热的亲吻。陆星辰，你是狗吗？能不能轻点？你啃骨头呢？我哼哼唧唧地骂，耳边传来阵阵轻笑，性感诱人，动作不再蛮横，轻声不断安抚，语气还带着一丝欣喜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已经累得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，只感觉身边的人轻柔起身，抱着我去浴室清洗，然后被紧紧抱在怀里沉沉睡去。第二天醒来，全身酸痛，身边的人侧躺，一只手撑着头，另一只手抓着我的手放在唇边轻啄。见我醒了，一脸笑嘻嘻地看着我，月月，你可要对我负责，人家连清白都给你了。我一阵恶寒要吐，这厮却说，宝贝，你这么快就有孩子了，我这么厉害啊？我一脚把他踹下床，转身进了浴室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陆星辰拿着我正在响的手机，一脸怨妇相，我把他赶去浴室。一看手机，是宋渊。喂，怎么了？嫂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有事说是。过几天就是周哥生日了，还是跟以前一样安排吗？以前许燕洲生日都是我一手安排的，请朋友，联系场地，现在想来真是。我们已经取消婚约了，他的葬礼要不要我安排啊？我没好气道。电话那边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，我没管，直接挂了电话。许燕洲这边喝了一通宵，宋渊实在看不下去，才打了电话给我，结果没想到得到这样的回答。周哥，你再好好跟嫂子解释一下，嫂子肯定会听的。解释什么？就是给以前的同学接风庆生有什么？但是你错过了你们的纪念日，他还把订婚戒指都摘下来了。对，你这次可要真心诚意的给他道个歉。许燕洲动了怒，道什么歉？退就退，谁不退谁是狗。说完就沉着脸摔门离开。直到出了门，冷风扑面而来，许燕洲还是觉得胸腔里那股怒气还没消散。行啊，盛婉月半个月了，一个电话都没有，甚至连生日也不准备了。来，真的是吧？谁怕谁？有本事不要回来。周末陆星辰来电话的时候，我还没起床。他说要带我去骑马，小懒猫，快起床，我到楼下了。他还是戴着蓝色的耳钉，神态懒散地立在车边，引得周围的年轻女孩不停驻足。到了马场，他给我挑了匹稍微温顺的，连骑装都准备了。
当疾驰在马场，听着沉重的马蹄声，迎着清风，仿佛身上的心里的那疲倦感都一扫而空，浑身那种轻飘飘的感觉不由自主地扩张，充斥着我的胸腔。陆星辰，快来啊！他翻身上马，朝马打了一鞭子，只听见一声嘶鸣后，响亮的马蹄声骤然响起，一人一骑向我疾跑而来。看着马背上的男人，他肆意张扬，也是那么惹人心动。结束，我从马背跳向他怀里，他垂着眼眸，高挺的鼻梁轻蹭我的侧脸。晚上他带我去吃了一家火锅，鸳鸯锅，他不太能吃辣，帮我用开水洗烫碗筷，帮我倒果汁，全程烫菜都是他。很难想象，京北桀骜不驯的大少爷有一天会将这些琐碎的小事做得得心应手，一点也不像许彦周。虽说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也还是把我当正经女朋友追过一阵的，但却从不曾小心翼翼地照顾着我，反而我要像个老妈子照顾着他的衣食住行，洗手做羹汤。就这样，在这日复一日里，我渐渐迷失了自我，只知道爱他，连自己都不爱了，也真是可笑啊。晚上洗漱完，躺在沙发上，陆星辰问我：“你今天开心吗，月月？”“开心啊，谢谢你啊。”“那你开心的话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是你男朋友了？”我怔了一下，“陆星辰，你以前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啊？”“我没有过女朋友。”“啊。”我对他上下扫了扫，也没什么问题啊。他闻了闻我的头发，“我都有未婚妻了，要什么女朋友啊？”这下我更震惊了，“你有未婚妻了？”“我未婚妻不是你吗？我们本来就有娃娃亲的，你当然是。可是之前我有婚约啊。”“你之前那未婚夫，要不是看见你对他有些许感情，我早就把你抢过来了。”陆星辰的话让我久久不能回神。想想也是，这些年经常能看见他在各种新闻上有钱有权，玩得很疯，热衷于生死极限中寻找刺激和快感，赛车、商战、桀骜不可一世，但独独没有听说过他的风花雪月的八卦新闻。可是明明当初我们只是口头的娃娃亲，甚至连信物都没有交换，可是这样对你不公平，陆星辰，我才退婚。他捏着我的嘴巴成金鱼状，狠狠地亲上来。没关系，是我的，迟早都是我的，晚一点也没关系。晚上我被他弄得全身都要散架了，他还追着我一直问：“宝宝，你是谁的？”我瞪他，不想回答他，他就停下来，低头轻轻吻我，一个劲地磨我。身上传来的沉重喘息声越来越明显，紧绷的双臂，豆大的汗珠一粒粒砸下，我被磨得面红耳赤，眼冒泪珠，终是忍不住哭着：“你的，是你的。”最后的最后，意识抽离的时候，只听见他在耳边低声说：“是我的，那以后只会是我一个人的，对吧？”许彦周生日那天，我几乎忘记了，学习太忙，还得应付陆星辰，还是晚上宋渊的电话打过来才想起。“嫂子，你回云城了吗？今天是周哥的生日，我在蓝叶组了局，你过来吗？”宋渊一边打电话，一边小心翼翼地看许彦周的脸色。我叹了口气：“宋渊，你不要再叫我嫂子了，我跟许彦周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跟他再无瓜葛，以后他的事情不必跟我说了，再见。”说完便挂了电话。许彦周眉眼阴郁，不发一言，在场的谁都不敢触眉头，都不敢说话。宋渊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上：“周哥。”结果刚开口：“谁让你给他打电话的？爱来不来，没有他盛婉月我还活不了吗？退婚，这婚我还就退了。”他胸膛激烈起伏，眼眶猩红，脚下已经是一地的空酒瓶。宋渊实在看不过去：“周哥，如果真是真心舍不得，为什么不能低头主动求和呢？凭什么要我先低头？我要什么女人没有？没有他盛婉月，有的是别人。可是这次嫂子有可能真的不会回头了，你不会后悔吗？”许彦周顿了一下：“不会。”可能他自己都没注意到，他的尾音里有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战栗。宋渊不再开口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或者周哥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的心意如何。但是有时候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凌晨2点，我在陆星辰怀里睡得迷迷糊糊，旁边传来不间断的手机震动。陆星辰起来看了眼是个陌生电话，本想挂断，但是已经显示来电10几个了，怕是有重要事情耽误，便叫我。我不耐烦地挥手，他只得接通免提。还没出声，对面传来着急声：“慢点，周哥你慢点。婉月你终于接电话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周哥一直吵着要找你，我们实在没办法了。”我烦躁地坐起来：“
不是宋渊的号，我把他和许彦洲都拉黑了。许彦洲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大晚上的任谁被吵醒都火气大。婉月，婉月，你回来，你回来啦！许彦洲断断续续的声音传来，也不知是喝了多少。宋渊，你先把他送回去。我不要，我要婉月来接我，婉月一定会回来的。许彦洲一直吵嚷，我被吵醒头阵阵发痛。月月，没事吧？陆星辰见状开口。我摇摇头，对那头道，赶紧把他送回去吧，不要再打我电话了。挂断电话后，陆星辰捧着我的脸，低头亲亲。月月，你不会回去的对吧？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我总要回去的，但是绝对不会跟许彦洲复合的。真的吗？有些时候可能就是需要花几年的时间，才能认清某些人不是可以和你白头的人。我庆幸只用了3年的时间，注定不会在一起的人就应该决绝的分开。看着我如此的坚定，他放心地点点头。那我们现在是在一起的，对吧？他小狗似的盯着我，眼神充满希冀。你让我再想想，我不想对你不公平。我对他有好感，没有答应他，是不想让他以为我只是想要忘掉上一段感情而跟他在一起的。他星星眼眸瞬间耷拉下来，躺下来背对着我。第二天我约闺蜜出来，把我的顾虑说给她听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许彦洲那个渣男怎么能和陆星辰比？我问你，你还会跟他旧情复燃吗？如果他挽回你，你还会愿意吗？当然不会，绝对不会，他在我这里已经过去了。那不就结了？你不要把自己陷进去了。既然你已经放下了，你以后总会遇到让你动心的人，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偏偏现在就有个陆星辰在这等着你，他喜欢你这么多年，你现在也喜欢他。所以宝贝，不要想这么多，错过他你才会后悔的。我闻言不由怔住。陆星辰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我很久了？我一直以为陆星辰是困在小时候的口头承诺里，从没想过他也是一直参与了我的青春。闺蜜爸妈在他中学就离异了，他倒无所谓，就在京北云城两边住。然后他跟陆星辰一伙也就相熟。原来以前很多他送我的礼物都是陆星辰让他代为送我的，有很漂亮的裙子，我喜欢的作家的签名书，刻有我名字的项链、手链等等。听说完后，我久久无法回神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，觉得心口又酸又胀，难以呼吸。闺蜜摸摸我的脸，帮我擦干眼泪。婉月，你没错，你值得，他也值得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彼此。就让许彦洲余生都后悔去吧。给陆星辰打个电话吧，他会很开心的。陆星辰确实很开心，圈子里叱咤风云、不可一世的陆大少爷，隔着手机都能感受他的开心，笑得像个傻子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嘴角的笑意还没完全退下去。闺蜜笑眯眯地打趣我，陆星辰滋味不错吧？我惊讶抬头看这个女流氓，不想理她。陆星辰来接我的时候，姿态端正地站在车前。他正经的时候，眉目清雅金贵，一举一动都击中我的心。我飞奔跑向他的怀里，怎么这么正式？他看着我，薄唇里溢出低低的笑，因为要接我的一辈子回家啊。许彦洲这几天一直拿着婉月丢下的订婚戒指看，他从来不会摘下戒指。记得有一次洗漱不小心弄丢了，他在家里里里外外翻了几遍。他想起宋渊问，要是他再也不回头了，会后悔吗？想来是会后悔的吧。只不过之前仗着他的喜欢有恃无恐，他有时候都不知道他自己喜欢的是盛婉月还是孟小雪。他跟婉月青梅竹马长大，这些年早就已经习惯他一直在身边，习惯到自己也没有发现，一旦没有他，他做什么都索然无味。而当年孟小雪出国，他也只是喝了1个星期酒就生龙活虎了。此次再见，可能也只是当初那点遗憾作祟罢了，过了几天也就不过如此。他这1个月总是想起之前跟婉月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没有那么温柔，整天乐呵呵的，他也其实没有那么会做饭，但是总会在他加班的时候做饭煲汤送去公司，也会像个小老太太一样，一边碎碎念让他别喝那么多酒，却又一边去准备醒酒汤、暖胃汤。这次他可能是真的生气了，将联系方式全都拉黑了。但是只要他真心认错，他一定会回到他身边的。对，一定会的。到时候他再给他补一个订婚纪念，给他一个惊喜。想到此，他就激动地跟发小打电话商量计划。一想到马上就会恢复到原来的生活，他就遏制不住开心。阿渊，婉月在京北住在哪里？
我要去找他，我打算跟他道歉。良久没听见对面的回答。怎么了？说话啊。周哥，有件事情我想还是得告诉你一下。什么事？就是之前你生日那天晚上，凌晨喝多了，不是吵着要找婉月，然后我没办法就给他打电话了。他说什么了吗？也没说什么，但是我在电话里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声音。那时已经是凌晨2点了，这么晚还在一起，是什么关系已经不言而喻了。许彦洲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，声音也有些抖。怎么可能？肯定是你听错了。他下意识地反驳，不知道是说给宋渊听的，还是在试图说服自己。我没有听错，后来我还特意找朋友打听了一下，那个人是陆家太子爷陆星辰，而且现在他们已经在一起了。电话那头半晌未传来许彦洲的声音，周哥，你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肯定是搞错了。宋渊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婉月这次会如此决绝。但是想想也是任谁都不想自己的老公心里时时刻刻都想着初恋，只能说是缘分就是这样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其实我有想过和许彦洲再次见面的场景，从小家境优渥，如今贵为上市集团的领导人，他从来都是傲气凌人的，可以说很多东西只要他想要，有的是人抢着送给他。我不怨恨3年的付出，就换来最后一句再不相干。过去了也就放下了，我有我的人生，他也和美人再续前缘，再见也不过是点头之交。只不过场面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他站在我酒店楼下，脸上是掩不住的疲倦，眼底似乎还泛着红，胡茬都出来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这等了1天了。我刚挂断陆星辰的电话，他今天临时有点事，没来得及接我。婉月，他走到我身边，一如以往那样温柔唤我，一切好像都像从前一样，但我知道一切都变了。好久不见，我声音毫无起伏。婉月，我知道了，我爱的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我已经跟小雪说清楚了，以后再也不见面了。等回去我们就准备结婚好不好？我已经买好了结婚戒指了。听着他一句句说得如此认真，我的心竟然没有一丝波澜。许彦洲，我有男朋友了。或许是没想到我轻易的就说了这句话，他冷峻的脸晕满了错愕，似乎是没想到。不会的，你肯定是生气，故意骗我的是不是？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这样。他上前握着我的肩膀，他的声音越来越颤抖，眼眶也红得吓人。我已经放下了从前，以后我的生活里只会有陆星辰，没有你许彦洲了。不管你现在怎么想的，但是我们不可能回去了，永远。他松开手，一步步往后退，整个人像行尸走肉般走远。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一步一步，直到再也看不见。这一刻，我的心从未如此轻松。我将见过许彦洲的事情告诉了陆星辰，不然他的醋坛子又要打翻了。他二话不说，只是不停地弄我，还让我说一些面红耳赤的话。陆星辰缠起人来，我根本招架不住，每每都是被他半哄半亲地说出来，连我自己都听不下去，想要往枕头里躲，他就不要脸地笑个不停。只是我没想到许彦洲会如此执拗，一连几天都来等我。他不像第一次见面那么狼狈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环手抱着鲜花，但不是我喜欢的。许彦洲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们没可能了，你现在这样又有什么意义？他每次都是把花递给我，不管不顾的，我都没见过他什么时候脸皮这么厚了。有一次我跟陆星辰吃完饭回酒店，3个人碰上了。许彦洲自始至终也不管我身边的陆星辰，径直走向我。陆星辰不惯着他，嗤笑道：许总，脸是个好东西，可惜你是真没有。婉月，你怎么知道陆大少爷是真心对你的？他这样的人怎么会有真心呢？许彦洲，我给你脸了。我拉了拉陆星辰，现在这样，我早就不想对他有什么好脸色。他这样的人又有何资格评价别人没有真心呢？许彦洲，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我们分手了，再无可能。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，你懂吗？你们还未结婚，我们是双方家长都同意了的，我不会放弃的。见他如此疯癫的模样，我直接拉着陆星辰上楼。到了房间，陆星辰就气哄哄地坐在沙发上。我好笑地哄他，别理他，也没听他说的。宝宝，咱们结婚吧，我们去见你爸妈，然后结婚，我要把结婚证甩他脸上。他居然笑我不是正式的女婿，月月，宝贝，你得给我把这个面子挣回来。我好笑地看着他，像个孩子一样。
却也并不排斥两个相爱的人结合，一定是件幸福的事。正好这边的学习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得让陆星辰小朋友开心一下了。回到云城后，陆星辰大包小包正式去我家登门拜访了。他庄重而真诚地表达了求娶我的意愿。我爸妈很是高兴，加上小时候我爷爷就喜欢他，亲事自然水到渠成。下午陆星辰迫不及待的就拉着我去民政局，没过多久，受到法律保护的红本就到手了。我还没来得仔细看看，就被他拿走了。我来保管。一到车上，他就拿着2本结婚证左摆右摆，还拉着我戴着戒指的手十指紧握，好半天才心满意足的收起来。然后我就在朋友圈翻到了执亲之手，与亲偕老，文案下面2张照片，一张结婚证，一张十指紧握的双手。我笑着点了赞。不一会闺蜜的消息就来了，可以啊姐妹，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。月月，往后余生你都会幸福的。谢谢，一定会的。我天！正在包厢沙发躺的宋渊垂死病中惊坐起，连滚带爬起来，差点踢到旁边的人。怎么了？你见到鬼了？完了，这下出大事了。朋友拿过他的手机一看，也惊讶了。婉月怎么跟那个大少爷结婚了？这要让周哥知道不得炸了。这是真的吗？不会是谁恶作剧 P 的吧？我问过了，是真的，陆大少爷自己发的朋友圈。恰好许彦周推门进来，包厢里瞬间寂静无声，谁都不敢先开口说话。怎么了这是？怎么都不说话？那个周哥，婉月他结婚了。这件事他早晚都会知道的。他动作肉眼可见的制住，随即不可置信的抬头，你说什么？今天刚跟陆星辰领的证，发朋友圈了。呵，许彦周笑了起来，径自坐下，倒了一杯酒，仰头一饮而尽。辛辣的酒顺喉咙而下，烧得胸口一片灼热。又继续道，连续喝了几杯，喝得急了，呛出了眼泪，低头咳了半天，仿佛连心都要咳出来一般。在场的都不敢去劝他，到了这步田地也是自己做出来的。作为朋友，他们没有立场去评价人家的感情。那天晚上，许彦周喝了很多，喝着喝着就哭了。他双手掩住脸，眼泪顺着指缝流下来。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夜色渐浓，卧室里，陆星辰轻松将我翻了个面，低垂的目光从我身上一寸寸扫过，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。他染着哑意的嗓音轻哄我，乖宝，今天可是我们的新婚夜，你答应我的可以。我就不该被他哄得晕头转向，答应他这么无耻的要求。整个房间变得摇摇欲坠，整个人仿佛飘在海里，海浪一拍，荡来荡去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外传来一阵阵敲门声。陆星辰，有人。发出的嘶哑声音，我自己都难以置信。没事，他在我耳边辗转，不用管他。外面的敲门声愈发的大，模糊间，我好像听见了有人叫我的名字。嘶。陆星辰的动作越来越快，我终是没有精力再去管门外的事情。最后累得沉沉睡去，不知后面发生了什么事。许彦周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，让司机送他去盛婉月家。走到门前，他却不敢抬手敲下去。过了好久好久，才轻轻敲响了门，声音颤抖的哀求：婉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会选择别人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明明我们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为什么你要嫁给别人啊？无论他如何撕心裂肺，房间内还是一片寂静。脑海里挥之不去过去的回忆，懊悔和歉意交织在心头。他颓然靠在门上，更加用力地砸门。婉月，你出来见见我吧，别这么对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久到他感觉自己快要昏死过去，门终于开了。但开门的却不是他满心想要见的人，他面色惨白地看着眼前的男人。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陆少爷穿着浴袍，慵懒地靠在门上。深更半夜敲我老婆的门，这世间是没有什么让你留恋的了吗？宽松浴袍下异常明显的抓痕让许彦周瞬间眼眶猩红，翻涌着的嫉妒几乎就要冲破胸腔。他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死死握着拳头，骨节泛白，似乎强忍痛意。我要见婉月。陆星辰嗤笑，你觉得我老婆还有精力还见你吗？许彦周一听更气疯了，上前就想进门喊盛婉月的名字。还未等他发出声音，陆星辰一脚将他踹到地上，他还想爬起来。他平时就斯斯文文，哪是陆星辰的对手，何况他现在喝多了。陆星辰居高临下望着他，语调平静，
却让他不寒而栗。许彦周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赶紧滚！再敢纠缠我老婆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不再管面前的人，转身合上了房门。我们一家商量结婚事宜时，许彦周的母亲给我打了电话。我拿着手机踌躇半天，我妈看出我的顾虑，示意我把手机给她。舒然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是亲家母啊。舒然啊，我们月月已经结婚了，这声亲家母怕是不合适了。是，确实是我们小然对不起婉月，现在的一切都是她自己咎由自取，不奢求婉月能原谅她，但是看在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能不能让婉月来见她一面？她现在关在房间不吃不喝，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。许伯母在那边叹了口气，我们月月马上就要办婚礼了，再去见前未婚夫与理不合，实在是对不住了。到最后不知道我妈怎么说的，反正我没去见，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许彦周。我跟陆星辰结婚那天，风和日丽，天空透蓝。婚礼按我的喜好布置成了中式风格，凤冠霞帔，震撼庄重。陆星辰还特意找人在婚礼上念了婚书，婚书是他亲手写的。两姓联姻，一堂缔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称。看此日桃花灼灼，一世一家，补他年蝶绵绵，耳昌耳赤。仅以白头之约，书向红笺，好将红叶之盟，载明渊谱。此正陆星辰，盛婉月。新婚快乐，陆太太。新婚快乐，陆先生，成为陆太太，矢志不渝。婚后第3年，我生下了儿子。儿子满月摆酒时，收到了很多礼物。我在收拾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份没有署名的。我拿过去问陆星辰，他看也不看，就丢进了垃圾桶。我渐渐明白是谁送的，只是别人送的也不好丢了，只好捡起来放进了杂物间，再也没打开看过。后来我才得知，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礼物，只是从未出现过在我面前。而我早已不会将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放在心上了。我满足看着客厅一大家子中间围着的粉雕玉琢的小团子，和蹲在旁边逗着儿子笑的男人。幸好是你。许彦周番外。婉月结婚的那天，我偷偷去看了。她一身凤冠霞帔，嫁衣如火，金冠玉钗，跟我想象中的场景完全不同，但是却更加明媚动人。我把礼物放下就走了，我怕控制不住自己。后来几年我们再也没有见过。他们去了京北定居，偶尔逢年过节回来和认识的朋友一起聚会，我也特意不去参加。我怕他并不想见到我。他还去国外进修了2年，回国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。他的一切我没有刻意去关注，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知道。他给他生了个儿子，我在宋渊手机上见过，大大的眼睛可爱的紧，一看就机灵。每当午夜梦回，我都在想，如果没有当年的事，那一切会不会截然不同？她会是我的妻子，我们会在一起生儿育女。我妈一直很操心我的婚姻大事，我按照她的安排相亲认识不同的女孩，可是都没有成功的在一起。我知道心里有执念的人又怎么配去组建一个家庭，又去害了另外一个女孩呢？就让我带着这份执念过完这下半辈子吧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